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我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民进党发言人吴峥，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美国跟伊朗战争到底要打到怎么样？今天股市大涨大概1400多点的话，那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一些情形？那美国呢说炸了伊朗大概11几艘的，包括布雷舰啊，所有这些，那赫姆兹海峡，那能够让大家看到畅行无阻吗？那未来又有什么样一些的变数？但除了这个以外，包括柯文哲民进党前主席为了要到日本去看小孩的毕业典礼，然后申请希望能够解除限制出境，能不能够如愿？326宣判对国内政坛年底的选战胜获2028总统战到底会有什么一些影响？那所有的大布局看起来的话，那在今天的立法院呢，当然还在余波荡漾的是我们的前院长卓荣泰卓院长到了日本去看了棒球，私人自费的行程，然后到现在松子部电话被打爆，然后莱茵呢除了要求要调一些相关的资料以外，那国民党的国防外交委员会马文君马委员在明天，那已经讲说要去视察松指部了 ，OK， 要去看那个停机坪到底会是怎么样。国防部长说的，包括民航两用，那就是要一探究竟。但有另外一则新闻传出来，卓荣泰卓院长到日本这段期间有一个5小时左右的一个空档，这空档真的如媒体上报道说有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有碰到面吗？如果碰到面，绝对是一个超大的新闻。当然，连我们的包括台日关系协会的谢长廷会长也说，这是两国之间的机密，他也不跟你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这整件事情，包括绿营现在直接有人出来讲说，那国民党的委员到中国大陆去，然后那些所有东西是公费自费，来大家一起来调。看来这整件事情会一路往下延烧。不过今天在立法院，今天立法院召委选举。任俊，是我们先讲大环境好了啦。在国内政坛的整个未来的氛围，还是蓝白合作无间，要跟绿营之间的对抗吗？主轴从这次的召委可以看得出来，未来还是这个样子吗？这一次其实因为立法院开议完了之后，就是最重要就是委员会嘛，那现在各个委员会成员都已经出现，那当然今天最重要是一个召委的选举啊。那当然，大家比较高度关注是在经济委员会的部分哦，因为国民党在这个地方本来是有他自己属意的人选，但最后决定用蓝白合作的方式呢，让民众党的新任立委洪玉祥担任这个所谓的召委。那我也必须讲，你完全没有担任过立委的要当召委基本上就是别人告诉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因为最重要召委就是排法案排法案重要就是我想要审的我想要这样，我可能排进来；还有一种就是我想要卡的，我也把它排进来。卡排进来之后呢，我就不审其他召委也没得排。所以今天大家看起来就是说，第一个，因为国民党这边放出的讯息就是说，因为要礼让民众党嘛，要为这个所谓蓝白合作，这个又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了不过这个所谓的良好的基础，会不会又让过去这2年的时间里面整个立法院里面，是不是变成所谓的蓝白和联手对抗所谓的这个民进党或者是执政团队？当然又会引发大家非常高度的关注了不过看起来几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外交国防委员会了国民党一样是由这个马文君委员担任召委。那特别的是，其实因为在外交国防委员会里面有被提出来就是说是不是有一个在委员当中人数的一个这个抗衡所以抗衡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其实过去外交国防委员会因为这个委员会老实讲比较专我觉得比较专的意思就是说，国防这个东西老实讲你今天进入到委员会，不是你当委员说我进入国防委员会我就完全了解国防，那个真的需要长时间的去了解你说像这个我们在座的元之他平常对于教育他其实都了解，所以他进教育文化，我认为他很快可以上手。但国防我相信一般人不会没那么快啦，特别是外交也是嘛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传出来讲说呢，以前外交国防委员会通常不是大家都想去你知道像我们跑记者跑线通常像交通这种就热门嘛，财政经济啦这种大家热门，为什么？因为委员也是一样嘛，你想想看这些单位国营事业什么的，那个一抓起来，像交通委员会天上跑的地上海里游的全部都归他管，所以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以前不是大家很爱去。
可是呢，因为今年的部分哦，事实上是有这个我们大家讲就直接讲叫军购啦，用军购啦，用军购比较简单啦。那这个版本复委了啊，行政院的版本复委，国民党也有国民党号称这个38+N 嘛啊，民众党也有这个版本，所以就传出来讲说呢，为了让这些版本哦能够不要有变数，在人数上面呢就有一些的这个调整。为什么？因为呢这个江启臣哦跟韩国瑜在过往的时候就是在外交管委员会。可是呢，因为基于这个正副院长通常有时候公务繁忙不见得会参加委员会的开会啊。那这个状况就是他们有去推算就是说我人数上面如果今天这两会有变数的话，会不会导致说我在人数上面就输给了这个所谓的民进党？所以传出来，其实，在农历年前就有一个新闻，那时候在讲说大家在瞧，其实没有啦，就在瞧委员会啦。就是说，看能不能你们两个让一下啦，让出去啦，不要参加这两个委员会啊。真正要到表决的时候呢，才不会说又少了院长，少了谁一票。不过今天看起来到最后折冲的结果，应该是韩国瑜还是继续留吧？对，还是继续留啊。江启臣就另外调了委员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含到今天大家会去讨论，就是说是不是松子部啊这些东西一样是大家高度的关注不过现在看起来啦，因为我必须讲对许多人来讲，但几个比较高度关注的议题啦，除了这个之外你这个总预算案审不审嘛？你要不要复委嘛？到现在为止看起来，今天宁可去开一个朝野协商去谈论一个不应该由立法院来谈论的那个李珍秀的状况待会我们再来回来细讲。就法律问题，大家来政治解决。对，到时候来那也很奇怪嘛就是法律问题怎么会用政治解决？所以今天立法院这个委员会这个通通进来了，接下来就看大家排案的部分，到底你是排案为了审案，还是排案为了卡案？OK， 在节目里面，如果照任俊刚刚讲的话，因为蓝营礼让一席，招委给白营，释出了善意，所以未来整体国内的政治氛围是不是还是维持着蓝白合不变，然后跟绿营之间的一些对抗，包括刚刚讲在委员会，那国防外交委员会，大家这次众所瞩目的就是这次的军购条例的这一部分，那结果现在是决定媒体上面，然后就直接报告，没错，那这次朝野协商决定军购条例交国防财政联席审查，两个委员会蓝白人数加起来大幅超越绿营。国民党那就尊重立法院长负责接待外宾这些惯例，韩国瑜继续留在国防外交委员会，所以江启臣副院长就调到其他地方去，然后但国民党还是派另外一个委员进来。那昨天在节目里面的时候，包括上公他们的大概有告诉观众朋友，你只要长期看节目的话，你大概都已经你自己都可以去看立法院的委员会了，好不好？你也知道，那谁轮召委当主席以后，那原则上不投票，所以如果两边平手的时候，那当召委主席才会投票，所以未来看起来那个人数771之下，白银那一票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对于绿营来讲的话，绿营的召委陈冠廷是说，他轮值323，他第一次会议就会排案审查，那先通过授权签约 ，OK。那蓝营的马文君委员是说，顾立雄部长会陆续拜会各党团、国防部跟党团干部，民众党方面讨论结果才会决定排案时间。所以未来这个军购条例到底什么时候排，怎么排进去，谁排？大家到时候投票会是怎么样？显然至关重要。好，这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但是余波荡漾的一个，那刚讲的是国内大氛围的环境，政治氛围，蓝白跟绿营之间的一些对抗。但是如果讲到这几天大家一直不断我们的不管你要叫中华队团队，不管你怎么叫，就是那些英雄们，大家呢已经坐飞机回来了 ，OK。在飞机上你看到很多值得让大家感动的发言啦，或者什么，但是呢飞机还没有落地。国内呢还是在讨论行政院长卓荣泰院长到日本，然后包括私人自费行程看球这件事。这件事情在今天有了另外一波的高潮，因为大家在观察这个的时候，明凤，卓院长，你觉得真的有见到高市早苗吗？如果他们两个真的在日本有碰面，虽然媒体上有报道是不是在首相官邸啦或什么这些，这是个大事儿吧？是啊，我有没有？我是觉得有啦。为什么你觉得会有？譬如说2016年那时候，蔡英文还是参选人的时候，2015还多，他是参选人，他去日本他就巧遇安倍了。巧遇。对。这一次去刚好那个，你看看，我们就去查嘛，我们有一些在日本的朋友就帮我们查。首相7号到底有没有行程？结果7号发现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动静是在官邸度过，然后一天都没有行程。然后他那天生日，
当天生日，但是你会因为你生日不工作吗？对啊。然后高市早苗不是一个工作狂吗？他因为生日就不工作吗？不可能。对，那现在当时有外传说哦，当天下午是有接见加拿大的总理，但是那个是前一天。这个是3月6号，两个人有会谈，会谈也是在首相官邸。他们谈的是犯罪被害者等施策的推进会议，所以证明3月7号完全。高市早苗，完全都是在家里，在首相官邸。所以证明3月7号完全高市早苗，完全都是在家里，在首相官邸。然后那个根据东京巨蛋跟这个所谓的国会的距离呢，可能很近，对，所以这个中间消失了5个小时，很可能就是在会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啊，因为高层互访的这个推动，台日之间互访的推动是已经推动非常多年了，所以你觉得蔡英文为什么会突然没事去巧遇安倍呢？这个东西当然就是政府上面有计划在推行这些东西，但是碍于这个所谓中共的压力，所以一直没有成就。但是你要看看，我们行政院有一个顾问叫严茂琪吧，那个是自卫队的最高领导人了，卸任的。那现在就只能台日的交流呢，在美方的这个支持的情况之下，他虽然是自卫队的最高卸任的领导人，但是他也是卸任之后才能到行政院当顾问。可是我们现在要推动的就是现任，现任的这个就像那个台美一样，可以推动一些所谓台湾旅行法，然后未来有一些这个所谓当时5个黑名单的部会首长可以去美国。那高市早苗呢？他的态度就跟安倍的像是安倍的主张嘛，所以这样的安排呢，我觉得合情合理啊。主要是谢长廷也没有说死。对啊，对啊，像你如果他说这是4涉2国机密，对啊，所以谢长廷就等于暗中说 yes 了嘛，对不对？只是说那层窗户纸要不要戳破？因为你一戳破，中共就不止半夜开记者会，他可能会又开始发飞弹打日本了，没有啦，穿越日本啊。所以就是说，现在就是这个高市早苗得到国会的多数，然后那么高的这个票数的时候，当时我们台湾的政府对于台日的这个高层官阶的现任的互访就非常有信心，因为他们推动很多年了。那高市早苗这么高的民意获得支持，我觉得他又有魄力，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看起来几乎就是一个所谓的就是有会面，而且有去跟国会议员会面了嘛，也拜访过我们东京的这个办事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啦。只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人出来承认嘛，那问题是你觉得就说到底要承认好还是不要承认好？那我觉得大家心知肚明就好了嘛。那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实质的关系再做一个发展。那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台日热建的一个关系的进展啊，而且这个东西都是在美国的其实印太的框架之下，慢慢在进行的。否则你觉得？你是说美国也默许？当然默许啊，否则你觉得高市早苗那么听美国人的话，不是他那么尊敬川普，那川普不愿意的话，他会愿意做这种事吗？虽然高市早苗也非常喜欢台湾、爱台湾，但是也是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跟高市早苗的决心啊。高市早苗说实在，他比其他的首相都更有魄力。这个东西推动了那么多年，可是终于在这一次，不管有没有见到，他至少让卓荣泰公开去进入东京的巨蛋了。那我觉得那5个小时离首相官邸、离这个驻日代表处要这么近，如果不见，那他们5个小时去哪里玩了呢？那才要交代。李凤，现在看来，国内的焦点，像蓝营跟白营的焦点，都是在那些，包括那卓院长，你到底那个费用是怎么出的，单据到底怎么样，所有的这些，跟你刚刚讲那个显然是
感觉上两个完全平行时空在讨论这些事情。所以我就不晓得为什么那个蓝白的重点要画在那里啊。那么你不管是公费，我觉得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即使是公费出也是应该的啊。对，这么大的突破，为什么不公费出呢？那我就觉得行政院跟卓荣泰可能觉得说啊，你如果公费出来，好像这个对于这个中共的心理冲击太大了。然后那个川习会呢，3月31号就要举行了，可能有一些变数，双方有在考虑，所以他就用一个比较转圜的，那去松子部也没什么啊。行政，我们行政专机或者什么东西也是有民用的，也是都从松子部上嘛。我们这边做过立委的，或是做过记者的，谁没有去过？做过将军的，做过将军的。我退伍以后也从那边上过飞机。对啊，谁没有从松子部上过飞机？我们跟我们那时候跑新闻的时候跟着你没有哦，你还没有，你还没到，你再做一届就可以了。谢谢。我们那时候跟着总统去这个巡视，或是这个什么时候，总统从松子部起飞，我们不是也坐了他的飞机去哪里吗？所以说松子部并没有什么很机密的东西。然后既然有人打电话去松子部问说，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今天这些党只要问，即使没有见到高市早苗，算不算一个大的突破？过去只有游锡堃跟张俊雄都在打这个擦边球而已。那这是进入一个东京呢？东京的大巨蛋，然后公开露脸了，这样算不算外交突破？这样的外交突破，即使你花多少钱，其实都是 OK 的啦。那我觉得就是说，那你现在就是因为怕这个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我基本上是觉得行政院你就说我是公务行程，然后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那你们这些人嘴巴就闭上嘛。那只是说，因为你要怎么样，你要避讳日本吗？避讳中共的生气吗？可是我请问一下啦，中共哪一点不生气啊？你现在即使偷偷摸摸的去，后来就像蔡英文那是巧慧安倍。蔡英文巧遇安倍，他有没有生气？他一样有生气啊。反正你都是一样会生气，那我就我就不是让你气得更多一点就好了啦，不是吗？来，元之，像这整件事情，现在包括马文君委员，因为是外交国防召委，然后明天要去视察松子部，那大家大概都想得出来，那要去考察松子部的目的到底会是什么？大概也可以想象得出来，就是这次的过程，大家吵成这个样子。然后包括棒球这一次，刚才敏凤直接讲，他觉得连公费都应该，而且他觉得如果不管有没有见到高市，这整件是一个大突破，或是有这些，那对你们来看呢？我觉得敏凤姐讲的也有道理，就是说如果去的话，他是真的是为了外交，或者是甚至于他是看球，那因为运动部长也去了嘛，他是运动部长长官，然后他去看球，我觉得都应该算是公务那公费也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因为他民进党的讲法跟中院长的讲法就是一直矛盾嘛。一开始的时候说外交突破，然后后来又说这个是私人行程。那外交突破跟私人行程，大家当然会觉得说，为什么你讲话这样变来变去？你从头到尾就说你是外交行程就好了嘛，你干嘛要说你是私人行程？所以大家才会一直去突破。对啊，你们说那个度假外交不都私人行程？那外交就可以公费啊，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是私人？为什么强调自费？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有矛盾，大家才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或者是你是不是有在骗什么，才会一直问嘛。否则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你就是我去看棒球啊，我行政院长啊，去加油不行吗？我觉得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民进党那些立法委员正当多了啊。那些立法委员该开会不开会，然后每个跑去看球，然后在那边 po 照片，然后这几十个20个人呢。比民进党那些立法委员正当多了啊！那些立法委员该开会不开会，然后每个跑去看球，然后在那边 po 照片，然后这几十个20个人呢，这扯毙了好不好？但是卓院长因为是行政首长，我觉得他去是正常。当然要批评他啦，就是说那国内有那么多事情，相较之下去真的有比较重要吗？那个有物价的问题，其他会批评他，但是他还是公务，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你怀疑到就是用词用到贪渎会不会中？贪渎哦，贪渎，我觉得我不知道，我是不会这样子讲，我是不会这样讲啊。但是说连公费都可以了，何况是私人？但是
如果是这样，可是因为现在一直没有人证实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才会一直挖、一直挖、一直挖嘛。那当然，如果按照他自己讲，这是一个私人行程，就是纯粹去看球，还包机，那当然大家就会有很多黑人问号，就会打波砂锅问到底嘛。所以这个是他说法一直变来变去的问题。OK。然后第二个就是松子部为什么会排那个参访，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讲法都不拢啊。一开始的时候，松子部啊讲说他们民间不能够在这边上飞机，然后那个顾立雄又说。这本来就军民两用，本来就可以包机用。然后呢，这个今天好像有一个网红啊，也说什么啊，他就是从松子部上飞机，怎么样？对，但大家那就每个人讲的不一样，那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考察看一下嘛，就把这个事情厘清嘛。那大家都知道啊，对不对？如果说是没有问题，就还他清白；有问题的话，那到底是怎么样？我觉得这全民大家都很好奇，这个事情到底是如何？像以前也有那个机师，然后他就讲说，他说以前他也有接待过，比如说总统或什么出访的，那他们也是包机，但是他们就比较少从松子部出发。松子部有一个地方它是没有海关，也没有安检。那这个地方是罗院长是从那边上去吗？是跟那个网红一起吗？然后大家都可以吗？还是只有军人可以吗？就现在讲法是非常混乱的。当然，如果将军比较了解，他可以这厘清。所以其实考察就是。搞清楚嘛，那到底是怎么样？袁志刚刚讲的，将军来，你有注意到？那这两天，包括像吴世怀将军啦，这几位退将也有出来讲，因为他们当过，像吴世怀作战次长，他说他当过作战次长，松子部他说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是这个样子？那你也在副将军，你刚刚讲说你在那边做过，我讲过哈，我以前在国防部，我管什么？我管3军各部队的编装表就是编装表第一页是什么？任务，每一个单位第一页都是任务。那么为什么叫做松山基地指挥部？不叫做松山作战联队？而空军这两个不一样的哈。如果是作战联队，它有编机队，就是例如说有 F-16啊，或者是 IDF， 或者是幻象，那个是作战任务，它叫做什么？叫做作战联队。那空军基地指挥部是负责什么？我告诉你，因为这个它的核心任务在编装表到现在都没变，民国101年我们国防部核定以后到现在都没变。4大任务，松子部的4大任务，大家听好。第一个专机任务，专机任务是它的核心工作，也就是说，松山基地指挥部最重要的工作，专机任务，这是它核心工作，负责什么？正副元首的行政专机，3颗星以上的将领行政专机，还有听好了哈，政府官员的行政专机执行。那么左荣泰是不是政府官员？够大了吧？左荣泰是行政院长，国防部长比他小啊，够大。所以左荣泰无论他是公务行程，还是总统交代他的行程，或者是什么特别行程，没有离开松子部的核心任务。这是第一个任务，专机任务。第二个任务，首长空中交通，包含什么？包含了空军1号，就是我们有一架波音737-800，那是专门总统做的哈，这是空军1号的任务。还有什么？还有福克50，还有 Beech 1900，这些都是 Beech 1900大概是上将做的。然后福克通常是部长级以上，好，这个有区分。再来是什么？基地勤务，包含了什么？外宾来，美国的特殊的一些访问，像大家你看，美国那个时候不是有2个议员来台湾，他不是从松山指挥部出来哦，不是从那个松山机场，是从松子部出来，这就是他第3个任务。第4个任务，伤患后送。你从外岛啊什么受伤的送回来，或是强制后送的一些伤患，都从松子部出来。最后一个叫做地面勤务，负责松山整个机场外围的这个叫做地面的防卫。好，那我要告诉大家这几个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很多人说，从松子部出去就是不对。那为什么说？我说我有去过，我从第一次从松子部出去是少校。后来上校，后来我少将出去过2次，后来退伍以后退将，我还从那边搭过飞机，那里面一样要安检，还有机票，还有登机证，而且登机之前还会叫你缴一笔钱保险，无论你是坐军机还是坐什么总统专机，我现在任俊他每上飞机以前要不要缴保险费？每个人都要缴保险费，所以他一样有安检，他不是不设防哈。最后我再强调，当然哈，很多的退将了哈，很多退将退伍以后，因为你看有人退将出来讲的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对，没有，我是完全按照编装表，我不知道他卖到什么，我是按照空军基地指挥部的编装表，编装表里面他的任务，我刚刚讲的4大核心任务就是在空指部的编装表里面，我相信这不会错吧？这个编装表
很少人看过，除了空军基地指挥部的松指部的指挥官看过，因为我是业管参谋，我在国防部的时候，我是业管这个业务，所有三军部队的编装表是我负责的。OK， 所以我很清楚告诉大家，所以顾立雄在当场讲了一句话说符合，可以，这个他看过编装表嘛，后面你以为那边递这些文字那些幕僚是吃饭的吗？他把编装表的任务递给他。OK， 我刚讲的核心任务。专机任务、首长空中交通、基地勤务、伤患后送，请问哪一项脱离了这一次的？对，你想不怎么？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啊，我先讲，我认为马文君哦，你担任这么多这么长久的立委哦，你又一直在国防外交委员会哦，这个所谓的到松指部去视察这件事情就是一场秀，也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哦。我为什么会这样讲？我刚刚特别听了一下将军想了一下他从松指部搭机的经验，我这时候可以骄傲的讲，我次数比你多。因为你采访，我们因为工作的关系啊，我觉得大家先厘清一件事情，松指部就是一个行政单位，只是因为它的这个松指部它位在机场的旁边。所以现在其实很多资讯是混乱的，甚至还有人发动，我看到国民党有人发动说，民众如果你有能力包机的，打电话去松指部包机。电话也被打爆啊！不，他包机是跟华航包，你去跟民间航空公司包，不是去跟他包军机。我就觉得你觉得国民党居然有人去发动这个，说我们去跟松指部包机，你当然会被人家回答没有。结果你今天说你看嘛，怎么跟顾立雄讲的不一样？我就不用闹嘛，这样了哈。松指部它其实是它就是一个指挥部而已，它是一个行政单位。至于刚刚将军讲说连队什么的，它是在单位下面的可能一个办公室或怎样。那至于大家在谈论军机，我觉得松山机场不是一个大家不会去的地方嘛。你去看它军机停在机保，它在机保的那个部分当然是属于军事基地，一般的你也不会进去。可是它跟我们今天谈论这件事情是两码子，完全不相干。好，我讲一下松指部啦。其实老实讲，不用去谈论松指部什么它的航运大楼里面到底有什么设备，因为那没有意义。它真的状况其实这样，刚刚将军提的那个是因为我们空军有个专机队。行政专机刚刚讲说福克那个，我跟你讲，我都搭过，那个飞机小到一个，你走进去的时候还要这样子，然后弯着腰，然后那个冷气也不是从上面，那个中间有个小孔，然后你要这边瞧，这我们都搭过，可是它是军机。OK。那个飞机小到一个，你走进去的时候还要这样子，然后弯着腰，然后那个冷气也不是从上面，那个中间有个小孔，然后你要这边瞧，这我们都搭过，可是它是军机。OK， 我们现在谈论这整件事情其实很简单，我认为大家在文字上面事实上是弄混了，也就是说，你认为卓荣泰是我今天跑到那边去，然后我经过安检，经过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因为其实你真正进松指部，它其实就因为松指部那边有一条马路，你这进去完了之后，他只要把那个拒马搬开，他就直接进到跑道里面去。至于他出关，他必须要经过什么审核，那个会由民航局去负责，军方不会去负责你那一块。我就明白跟各位讲啊，这个东西我不认为国防委员不懂啊，但你硬把它弄乱。卓荣泰其实我觉得啦，刚刚提到说日本这一块，你真的仔细看日本的说法，日本说他们注意到台湾方面表示，这是一个私人行程，他第一句话先讲这个，所以他们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的评论。你告诉我，这不是一个外交上面很正式的一个希望不要把这个整个的事情弄得更混乱的一个正式的词令吗？他先告诉我们知道也看到了台湾方面说这是一个私人行程，然后我们现在硬要把它搞，就说你今天包机，我觉得那一天卓荣泰其实讲的那件事情是很有趣的。我所有的资料在这个地方，我如果是跟民间包机，你现在要去告诉我说，要我秀给你看，我包机是多少钱，我机票是多少钱，我是这样，你觉得哪一个人会这样给你做？所以我其实是非常讶异的是，马文君这么资深的国防委员，他今天硬要去弄一个，就是说我跟松指部去了解一下。我跟你讲，松指部到最后给你的答案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他不是按照那个状况去做的嘛。硬把它弄到最后就发动群众打电话去打爆松指部，然后就跟松指部讲说你们胡说八道，为什么他可以包机我不能包机？你是要包军机去哪里啦？不过现在看起来，我觉得好，第一个。刚讲到，因为有人用到贪渎这个字眼，你也看到在立法院里面，包括卓荣泰院长跟蓝营的委员之间，大家毫不相让，就直接，然后最后决战就在那个牛皮纸袋，那大家要不要赌嘛？大家要不要直接来对赌？变成这样。可是这整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还有一个发展是，
民进党委员像陈培委员他们是直接发函到立法院讲说，好，大家既然都要查这些，那国民党委员到中国大陆去，那个费用到底是公费自费，所有这些大家全部来查，整件事情走到了现在，到底最后大家各自要去证明一些什么？我先这样讲，我想。其实因为明天外交国防委会马文君当召委，他要排审去看松子部，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其实你知道我有点若有所思，或这个中国话那边是不是叫走心？就是因为有时候你知道，我知道说现在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会觉得说啊，政治新闻每天就是吵吵闹闹，其实这些都口水都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想跟人家说明说，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立法院要处理很多重要大事情。可是像这个案子来讲，我就真的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帮立法院讲话。为什么？因为请问大家，你明天外交国防委员会15个委员拉去看松子部，然后呢？然后他可以帮人民解决到什么事情吗？他可以解决任何台湾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吗？这完全就是叫人去讲，这就是一个秀，这些口水，这些国民党拿来做文章的事情嘛。可是什么？可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还搁在那边没有处理。大家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明年编的国防预算8.8兆台币，8.8兆是干嘛？拿来研发更新的装备、更强的 AI， 怎么样更好的歼灭台湾的军队嘛？就是这样。那我们讲军购，大家关心很久的时间，3月15号发价书要到期，这个我们要买跟美国买的 M109A7，我们要买的托式飞弹，我们要买仿装甲飞弹，3月15号发价书要到期了。那这个东西完全无关8年1.25兆，完全无关3800亿什么各党版本，因为就连国民党都说，只要美国的发价书来，我们就进行这个程序，对不对？这是国民党的党团干部跟大家讲的，你发价书来我就过嘛，美国来的要求我们会配合。那为什么马文君他们当召委，他明天大可以处理跟全台湾2300人安全相关的军购，把发价书签下去，把这个程序走了。这才是跟我们人民人身安全真正有关的，甚至跟我们股市也有关系的嘛。那你不处理这个，然后什么去看松子部，完全就是浪费时间、浪费纳税钱。因为最后我整个外交这个立法院要派人这个拉过去，也要出纳税钱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政治为什么常常让人觉得台湾政治在内耗、在虚耗。所以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对啊，我觉得你刚刚讲这一段，元之，吴真觉得明天最燃眉之急的所有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排，包括军购里面，包括发价书这些事情。因为这3项国民党也同意了。所以他说根本不需要到松子部去看那些，他们觉得是作秀的。没有啊，这个很多委员会啦，明天其实也都没有开会，因为今天召委才选出来嘛。那当然，召委刚选出来，他需要酝酿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安排。没有，他要安排啊，他不是说明天排了，大家马上就来啊，或那国防部准备好了没，或什么之类的。那国防部准备很久了，机密会议都开过了。我就是觉得尊重每一个召委啊，像明天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召委就没有排行程。那参访可能就是一个比说然后他说3月15号发的书，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这个我们在上个礼拜5的时候就有民众党就有提案，就是授权给那个国防部，就是即便是立法院还没通过，他可以先去签。所以这个其实那时候就已经提了。但是民进党的20几个立法委员就没有在现场。那是民众党，不是国民党。对，但是我们有支持啊，对啊，也是有支持，也没有。但民进党都没来开会嘛，所以民进党每次嘴巴上都讲了一副就是我们好重视预算，我们好重视这个，我们好重视。真正在讨论的时候，人在哪里？去日本 happy 啦。对啊，所以我们要每次听民进党讲说，是你们一直在背个好不好？拜托一下，从头到尾都是我们一直在推。那他们讲回来，我讲回来，这个第一个事情是这个军购，因为好包含刚刚元之讲到这一个，民众党提一个说应该要立法院整个先签发下去，第一个那民众党提了，第二个那个要党团协商，所以接下来就会来协商，好不好？那讲回来，这外交国防委员会，讲回来这个松子部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就用常识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我是同意美凤姐刚刚讲，我自己个人也认为说。左院长他又不去日本，他又不是自己去泡温泉，他又不是去遛本木，他又不是去银座吃高级料亭自己那边爽，他是去挺我们的 Team Taiwan。这个事情，我真的是我自己觉得说，你就是公务预算又如何？对，对不对？院长挺国家队，天经地义嘛。可是那为什么左院长定调这4人行程？很明显嘛，第一个事情是因为
它就是包含说我们讲的外交的默契，包含跟日方之间的交流，包含中国的打压，所以他要把这项行程定调在说是我私人的行程，所以钱的部分他说他自己出。那第二部分，我想国民党可能也预料到说立法院会有给他做很多政治攻击，所以他准备好了嘛？牛一直在说这个我就是我自己钱出的，怎样我自己出钱不行哦，他就态度就这样嘛。但是我们讲回来，这个事情有这么难理解吗？因为大家想嘛。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官方上、名义上是邦交国？那就算日本现在跟台湾再怎么友好，多么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但我们讲到底，中华民国跟跟日本现在不是邦交国嘛，所以当日本的外务省他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基本的外交的一套模式要走。所以刚就像云哥讲到啊，日本。他的官方说法就是说，这是台湾方面说私人行程，那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没有立场评论台湾的私人行程，这就是一个防御，这就是一个防守，一个给中国交代嘛。为什么中国要？那大家也看到中国大使跑去跟日本抗议啦。那大家也看到中国大使跑去跟日本抗议啦，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外交之间的攻防战。那日本是不是在跟台湾之中有某种合作默契？日本是不是在挺我们呢？那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根本就是在故意装糊涂啊！因为国民党的委员大家都说，好啦，我们也肯定你中泰去日本是外交突破啦，这个 OK 啦。可是你为什么不开大门走大陆呢？你是外交突破，你就说你是公务行程嘛。你为什么要说你私人行程？你开始说法变来变去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抓你说法说清楚。所有人我们都看得出来。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用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去争取外交突破。我讲到底是这样嘛？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台湾历史上最经典的，1995年国民党的李登辉总统去 Cornell 康奈尔大学演讲，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他是什么身份去的？康奈尔大学校友嘛，私人行程嘛。难不成我们现在回去追说，李总统，你那时候怎么可以有专机？怎么可以有随扈？怎么可以有官员？你就是一介校友身份，你凭什么不去自己买机票，自己过去？大家有这么糊涂吗？我们有这么无知、这么愚蠢吗？而国民党现在就要玩这个游戏啊！对啊，他一开始炒费用，费用周开始说我自己出没有问题，他说那你为什么从松弛部出发？所以他故意要把这些事情带到这个细节，那你最后到底要证明什么呢？那国民党就说，你就是说你国民党委员讲了，你就说你是公务行程嘛，你说你公务行程，我们给你比赛。可是为什么国民党不能讲出来？因为我们如果讲出来了，就趁了中国之意啊，中国马上拿着新闻去跟日本告状啊，你看他们是公务行程，抓到了吧？你骗我，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跟日本之间要寻求外交突破，卓院长达到了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以来从来没有到过的官方这个高度层级的交流。那难道我们这时候背刺日本吗？我们这时候在台湾就说对啦，其实都是如何啊，其实是怎样，然后日本想说台湾怎么这个样子？难道要变这样吗？所以我觉得这所有在这个房间所有人，所有看我们节目人，大家都很清楚这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就故意一定要在那边绕，一定要在那边跟你这边这个鸡蛋里挑骨头，这真的是完全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就对台湾没有任何建树，只会找麻烦。没有，陈佩宇委员要查那些国民党委员付的费用，是要只是毛公只是盾的意思吗？我觉得是，坦白说，因为陈佩宇委员他发一个这个，因为大家看我刚刚这样讲也有点情绪，我真的觉得台湾时间宝贵，每天浪费时间在一些有的没事情上。我觉得陈佩宇委员心情应该跟我差不多，他就是去发文给立法院嘛，他就说好啦，那现在大家都来查钱是不是？那好啊。因为每个立委办公室都可以申请国会交流事务费嘛，陈佩委员就发文给立法院说，那请教一下啦。这个2024年4月26号，国民党傅昆萁总召带了17个立委访问中国有没有申请立法院的立委委员的公务交流经费啊？陈玉琛去北京看国台办的宋涛有没有用这个立法院的补助啊？傅昆萁跑去中国香港说代表这个中央政府有没有用立法院的钱啊？然后包含这个也讲到了原之委员在坐在对面，你们去年去了他厦门有没有申请？我记得原之是说那也是他私人行程，那就有没有申请这个立法委员办公室相关的补助呢？对不对？那说到底了，我觉得我也不期待这个立法院真的会把这些相关资料回给陈培瑜了，因为现在院长是国民党的韩国瑜嘛。那只是说，为什么陈培瑜要做这个事情？
那就可以北宋啊，就是说好啊，那难道陈培瑜是蛮无聊的，没事干。没有啊，那一样啊。不是因为那个是国会考察行程，是每个委员1年有20万。那你要去哪里什么，反正都可以去申请。可以申请啊，那我们可以继续接着问啊。不是，我跟你讲，不是，其实他就是抹红啦。没有抹红，没有抹红。你们去中国是解真正的他不调查我是不是用到钱？中国是我们的境外敌对势力啊。我们了解一下，说国民党委员有没有拿着人民的纳税权去境外敌对势力，然后到底做了什么交流？是不是真的是用人民的钱出呢？这有什么不行？那我再讲更远一点啦。然后其实前年林涛跟一票国民党的人去芝加哥啊，那边吵吵闹闹，什么啊外管啊，什么态度很差啊，什么害他们逛不到星巴克，如何的。我们现在讲到底，谁不知道立法委员出国，很多委员把我们的驻外单位当成旅行社在用了。到机场要接机，行程要安排，餐厅要帮订，多少事情，大家过去还有行政部门也尊重立委。哇，就现在卓院长出国拼个外交，哇，你们就在这边弄，好啊，那大家就是这样嘛。对，我认同你的一部分，我觉得说啊，这个大概也不一定会有个结果。可是，就如果你们一定要用这种方式破坏立法院跟行政部门之间默契，那我们大家一笔一笔账算。原则很简单。那陈培瑜，你可以告诉大家你的20万怎么用啊？我这他就是很无聊。那他其实他告诉你，你也要告诉吗？可以啊，所有人都告诉啊。那他为什么都调查说你去中国大陆？而且他扣一个帽子说什么我们去什么接旨。然后卓荣泰在被询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个委员问他这个问题，那你就好好回答嘛。卓荣泰也是说什么啊？好像我去日本就你们跟中国大陆跟中国就中国最生气，跟你们生气。不是啊，你行政院人家问什么问题就回答就好。民进党为什么老是不能就事论事？就是讲到什么东西就要抹红，就中共同路人，再问你就是不爱台湾。就是你们，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这种很无聊，大家都觉得是外交突破很无聊啊！就你们在那边跟中国一样啊！你外交突破什么嘛？如果说你只是在那边看棒球，没有任何一个行政院长到日本嘛，这就突破啦。怎么会？那个赖清德总统，马英九时期有行政院长到日本吗？赖清德在当副总统的时候就去过日本，副总统都去过了。对啊，那行政院长去成绩比较低啊，没有突破啊。你总统去也是突破啊！行政院长去我觉得没有去啊。赖清德他去也是一种突破啊！为了赖清德突破，加卓荣泰突破。大家现在讲东西都是奇怪了，赖清德有个高度，卓荣泰不能再做一个吗？像刚刚那个，你看林凤姐讲很多东西，我觉得揣测的很好，但是也是揣测。但是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听到网络上有非常多的说法嘛，像比如说那个卓荣泰说，他去看棒球，但是呢，好像对捷克的时候。那个费仔打了那个满贯全垒打的时候，他没什么表情，所以可见呢，他可能有别的心思，不是特别来看棒球，就是有非常多说法，说他可能是为了什么特殊目的来，或什么，但是全部都是揣测。那这种揣测，我们不知道到底外交突破在哪里。如果就看到的部分，他去看球，我觉得是还好。那只是我觉得很奇怪，是为什么他一直要强调他是自费？那自费，他就当然就会好奇啦，就是对啊。所有的报纸都写1972年断交以后，首位行政院长赴日本，副总统更大，对，连日本都这样子写，这不叫外交突破啊。因为副总统已经去过，所以行政院副总统是因为安倍过世那个东西，基本上有一点人道的精神嘛。对啊，来一周来，副总统当初去的时候，其实日本是一直问。你跟他真的很好吗？他一直问安倍那边的家属说，赖清德真的跟你有私交吗？已经问到非常的 detail 了以后，最后确定他们真的是有私交。然后因为前首相的过世，所以最后才勉为其难的让赖清德去日本去调研。而且那次而且他都没有讲，他好像是去类似家祭的。对，他等于家祭，全程都没有拍照，范围很小。那这次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场合，是一个棒球场，这样的场合是有差别的，你懂吗？不是啊，你看这个不是就证明说我们的时间跟精力就浪费在很多真的没有意义口水里面啊！明明就是外交突破，然后原之硬要扯一个说什么啊，因为赖清德有去过，你成绩比较低，那就不算外交突破。那奇怪了，国民党组团去日本干嘛？你们党部今年也派人，不是大家一票还去日本交流？那奇怪了，那照你这样讲，他们成绩又比赖清德低，又比卓荣泰低，根本跟成绩都不是，那去干嘛呢？不过在大家在讨论这些的时候，对我刚前面就有提到我们的我不管你名词，你要用中华队，你要用台湾队，因为就是那些在这一次让大家那后面尤其最爽的是赢韩国内仗，那他回来的过程，来年轻人一中，在这先跟大家讲一下，那晋不晋级跟所有的实力不见得完全有关系。来，年轻人一中，在这先跟大家讲一下，那晋不晋级
跟所有的实力不见得完全有关系，因为世界首强美国搞不好也没办法晋级。对，那他们现在也在危险边缘，因为他们的我也不知道媒体长他们总教练算错了，然后以为他们晋级，所以所有的牌打了那些就基本上不是的，反正不管怎么样，棒球就是圆的，他们输了意大利。好不好？不是足球哦，是棒球。他们输了意大利，现在到最后搞不好会落到比分，要看今天晚上的一场比赛，再决定到底谁晋级或要不要比分。但一中，我们就在讲这个，现在这时候，你看，包括我们的球员要回来的过程，包括大家所讲的那个感动，那个听台湾所有的感动，跟你只要一回到了国内，在政坛讲这些，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日本这4场总共有每一场都4万人嘛，那你扣掉台湾对日本那一场，可能日本的因为他主场人比较多以外，另外那3场拜托那全部都坐满，那都是我们的人啊，你就知道。然后大家这个过程中，其实包括在电视上或是人在现场，你可以感到那个感动的那个感觉啊，跟我们在这边吵吵闹闹是截然不同的。然后包括昨天半夜那个专机回来嘛，我们的台湾英雄回来以后，我们的队长陈杰宪其实在机上有对着这些球员们有讲一段感人的话，他就是透过那个机上广播，他就说，老实讲啦，这一次的比赛的成绩不尽理想，因为毕竟没有进到8强哦。但是他说，他看见这么多批的球迷特地飞到日本的应援哦，他说这份感动其实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已经把东京巨蛋变成我们台北大巨蛋。他说这份感动已经深深烙印在所有选手的心中，然后他也向球迷承诺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很谦虚的，然后大家就听了就觉得很感动。那除了这个以外，另外一个班机，我们有个啦啦队女孩叫兰兰哦，她是乐天女孩，然后她这一次也是。看起来应该是自费到那边去加油。那个兰兰其实她昨天回来的时候，她自己在那个她的 IG 有 po， 她说这个飞机机长有广播，她就说希望大家这个单纯而坚定这个支持台湾队或中华队的信念哦，这个可以一起挺台湾，然后希望台湾越来越好。机长讲完这一段以后，全场的所有的飞机，因为大家都是去看棒球，大家都是全场鼓掌。所以那个兰兰就说哦，连在飞机上都这么感动。那兰兰是哪一位呢？兰兰这个女孩最近她就是这一位，这是她在那个。我们那一场5-4对韩国延长赛赢了以后，哦，他那边哭。其实那一场呢，尤其那个陈杰宪那个扑垒，其实大家很多台湾观众看到也都哽咽。那兰兰其实更有名的是在前一天对台湾对日本的时候，那时候第5局的时候 ，fair try 的，敲了一支看起来很像是3分炮的红不让啊，最后是裁判透过那个电眼就说啊，最后是界外。那兰兰这个过程中一直祈祷，大家有看到那个，如果他的那个转播画面，兰兰是一直祈祷，就是说。他哭了，他哽咽，就是希望说这一支3分炮就进去了，好，最后没有。所以你看这些感动，其实我相信大家在感动这个台湾队或中华队在比赛的时候，不会有人分说你是蓝的还是绿的还是白的。可是为什么回到国内以后都在玩这，就擦干呢？甚至像我们中华队前2天不是都输吗？那酸民是酸到已经是那个酸到已经骨子里了，所有你想得到的大概都酸得到。但是我觉得这些酸民也可爱啦。在第3场对那个韩国，对，不对，第4场对韩国的时候，一开始也是酸，反正在那边嘲讽。我有注意看那个留言室，大概到第6局、第7局，他觉得我们会赢的时候啊，这酸民不酸的呢，他也说台湾加油，中华队加油。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们称为我们南光亚球教练的国球，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凝聚力还是够的。那我这边补充一下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美国那一件事情，美国那个教练真的可爱，德罗萨。他自己因为今天美国输意大利是8-6，对，一开始是你知道原本是0-8，然后到中间美国才后来追到6-8就输掉。那为什么大家这样骂？输没有什么了不起，输就输嘛，这棒球是圆的嘛。德罗萨在赛前几个小时的访问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晋级8强了，因为美国赢3胜，他觉得我们已经晋级啦。然后他自己说，他。昨天大家在开 party 开到12点半，巴士才从那个 party 的地方再回去。然后他的比赛是5场，就等于是晚街舞。所以今天等于美国队是整个气力放弃，然后又觉得他们稳赢，所以就好像人家说消化适合，就是反正就是把一些有些主力的他们都没有放上去，所以这样才输掉。所以这个才是让美国现在，而且美国网友讲一件事情，他讲英文啊，就是说你只有一个job， 就是说你只做了这件事情，因为他就只有一个工作，就是美国队的教练。他2023年也是美国队的教练，当时是最后输给日本，然后得到银牌。他说你就只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你连算都不会算。现在美国网友在出征他，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棒球这件事，明天跟大家报告，明天台湾时间明天，如果意大利赢墨西哥的话，那美国一起晋级。但如果不幸的是墨西哥赢了意大利的话，而且墨西哥的得分在4分以下的，含4分的话，抱歉，
3个，美国、墨西哥跟意大利都是3胜1负，最后晋级的因为彼得失分，最后晋级的是墨西哥跟意大利，就上届的银牌没有办法参加。美国打了5届 WBC， 从来没有在预赛就被淘汰，明年可能会。好，最后再讲一讲代志，就是讲这件事情，刚开始前面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在那边讲这个卓奎的事情，我讲实在啦，卓奎就是好心好雷精的。他一开始因为他说是私人行程嘛，然后说是看棒球，所以国民党这边找麻烦。但是当卓奎开始去拿出连那个牛皮纸袋都讲出来以后，然后更多的讯息出来以后，其实国民党的委员就已经知道了。我讲白了，如果今天卓奎真的是包机去看那个棒球，就单纯看一个棒球的话，你们在那边干掉我都没话讲。但看起来显然不是，我也不认为卓奎有问题。利伯代博，而且他还没有看完比赛，他6局下半就离开了。我那么想看棒球。我就自己我如果真的想看，我自己飞就好。我还包机，我还找了那么多随扈，然后连发言人都去了。然后我们看了棒球以后，我只看到6局下半我就离开。你真的以为要去看棒球吗？不可能。国民党知不知道？肖哥，他们都执政过，他们怎么会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去搞这个？甚至明天要去松止部去搞这些哩哩扣扣，他们都知道嘛。所以他们是配合什么事情？因为他就是要戳破台湾的外交的默契。他就是让你以后这个不管是院长或是总统、副总统，你们不准再出国了啦，不准去日本，其他国家都不准去，只要是没有邦交的，你通不准去。所以这个很坏嘛。你国民党是不想执政的吗？2028你们有机会执政呢。那如果你们到时候执政以后，这个元首外交或是这种首长外交，民进党这样搞你的时候，大家情何以堪？所以拜托不要闹了。明天这一个，我相信元之算是理性。刚刚听元之讲法是理性的，所以我相信今天元之我在国防外交委员会，他明天不会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台湾团结的表现。所以明天谁去，谁就是有问题嘛。你就是摆明的搞台湾外交嘛。明天他是教育委员会。我的意思说，他如果是国防外交，他不会去嘛，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对真实害台湾嘛。对，没去过去看看也不错。对啊，不去。OK， 可是这样。因为这几件事情不知道还会再会，因为至少明天当国防外交委员会，然后马英九委员他们到松止部，一定还会有新闻，那一定还会再讨论一些这些。而对吴真刚前面讲的有一个，台湾有太多的一些事情需要讨论，我相信袁志也知道台湾有太多的事情要讨论。那接下来呢？好，那现在好，譬如说现在各政党都在初选啦，或者说这些将军。国民党那接下来，国民党各地方也有一些的初选啦，或者这些嘛，对不对？对。那郑瑞文他是革命实验研究院的院长，然后呢，他亲自要传授新人一些政治的理念。他们有一个叫星火行动。星火行动。为什么这个会引起大家的讨论？因为以前有哈，我讲以前哈，这些要参选议员的，其实它不叫什么星火行动，它叫做培英计划，或是育英计划，精英的英呢哈。就是希望这一些年轻人透过了国民党的这些讲习以后，真正的进入了地方议会以后，可以发挥他的专长。以前是这样，那在哪里上课？革命实践研究院，就在革学院。可是这一次叫做星火行动，我没听过。后来我想一想啊，曾经新党有办过什么星火梯什么计划。后来再往前，原来老祖宗是毛泽东啊。毛泽东当时因为林彪。好像因为要跟国共哈这个对抗，后来有一点失意了，所以那时候毛泽东就勉励林彪说不要担心，用星火行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国民党内部心向共军的人给抓过来，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壮大了。所以最早的老祖宗星火行动是毛泽东勉励林彪的，他的名字也叫星火行动星火计划星火计划差不多都叫星火啦，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意思。对，那孙立文这次用这个星火行动，我不知道他是学新党的还是学毛泽东的因为国民党以前都叫育英计划或培英计划，而且呢，他的规定是以前我没有听过的，因为元之也当过新人，我也当过党部的主委。以前这些讲习通常都是自愿，就是你觉得不足就来听，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要初选了，你知道这些年轻人现在最差什么？声量、露脸，要到各地去扫街啊，然后让大家认识你啊，那个民调才会赢。但是8小时，你想想看，初选前的这不要说8小时，你要叫他来这边给你8分钟，他说不行，我要去拜票，我要去市场，我要干什么？8小时，每个人要去，不去会怎么样？以前不去不会怎么样，现在不去不得了了。你那个100%的加权没了就是年轻人第一次参选嘛，40岁以下，或是你第一次从政会加100%就是今天任俊的民调赢我，可是呢，因为我40岁以下，所以我加100%就赢他，
所以所以不去参加就没有加权，就没有，你不来参加哈，你不来这个星火，那是就一定要去的意思哦，非去不可。就是这100%要不要？加100%的加权要不要？要你就来，不要你就不来。加100%，对，就是你是年轻人，又是第一次从政，他的这个民调指数加成100，这本来就要加了。可是你不去就不加了。哪有这种事啊？他是主席啊，当主席就可以这样子。我告诉你，我就是主席，怎么样？他讲话就是这个态度。对，那这些只要不是现任议员的6都，他只限6都，6都以外没关系，只有6都你要参加初选的，非来不可，不来100%没有。那大家想想看。那为什么要6都去，其他都都不用？其他的都太多了，他跑不完了，太累了。对，因为他要到处去跑，他不是在阁始院哦，他是到各处去跑。OK。对，然后你一定要来。那各位想想看，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如果你真的很厉害，我告诉你，不要说什么扣100%、扣70%，你如果真的很厉害，你像我记得2018年韩国瑜的时候，哇，那时候韩国瑜到的任何一个县市去，这些新人。那跟粘皮糖一样，就吸在他旁边，然后哪怕抓手一下，照一张照片都可以。那如果你用这种强制的方式，表示什么？郑丽文没有吸引力。那可是为什么郑丽文要这样做？我告诉大家，思想武装。他要把国民党这些年轻人每一个都变成立文化。每一个都立文化。就是你要接受我，你要接受我的这种所谓的星火燎原或者抗争的方式，我才提名你。那以后如果这些人在6都选上了市议员以后，都是我郑丽文的子弟兵，都立文化了，因为你的选举方式就是这样。那各位想想看，国民党在郑丽文当了主席以后，他不断的在做一件事，叫做思想转型。国民党在郑丽文当了主席以后，他不断的在做一件事，叫做思想转型。国民党以前没有这样的，国民党以前其实看来很恶霸，其实在基层蛮宽松的。就是你可参加，你可不参加，反正就是尊重你。可现在完全改变了，看起来好像对于各县市的县市长，郑丽文蛮宽松的，随便你。可对于这些要参政的年轻人，他抓得很紧哦。为什么？他很清楚，这些人未来抓住了我郑丽文，才会在国民党培养很多立文化的小立文，那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真的要用在国民党身上吗？不过这整件事情，如果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得到，在初选里面，那到底包括各个地方去讲这些，那会怎么样？刚才将军提到，像韩国院长在那个时候选战的时候，所有新人、所有的议员，大家每个都要全部都吸过去，不止啊。柯文哲那时候从2014，包括那时候不是双塔。那个双塔旋风，那个时候有多少人？只要想选的人，大概每个人都在后面跟着骑，对，跟着骑的，然后在路上等的，所有都是这样。当然时至今日，那对柯文哲主席来讲的话，当然没有办法跟当时的旋风比，可是毕竟还是有他的一些余威在。而现在看起来326，那接下来326这个判决对他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但一中。那他现在是说要去参加儿子毕业典礼嘛？对。那大家都在讲说，包括他们的那个日期对，3月跟4月，426跟324是吧？那个日期为什么会不一样？现在因为民众党有去释疑，就是说，因为大家说你柯文哲选这个时间是要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解除限制入境，你是不是要准备逃亡？然后他们就有说明了嘛，他们说是今年4月第一次 PO 的时候是4月26号举行毕业典礼。那柯文哲你不是申请3月20几号、3月24号那个申请那个解禁吗？为什么这边写4月26？后来发现他们自己打错了，所以他们赶快更改说，是3月24号他儿子要举办毕业典礼了，在东京大学。所以网友说，你连时间都就是好像也不是很在意嘛，就表示你们根本不是真的为了你孩子的毕业典礼，这一个。然后第二个，四叉猫就去找出里面的关键，他这边有写他说儿子是先邀请陈佩琪医师出席，然后佩琪医师也希望柯文哲能同行。就是说晚不，因为儿子知道他老爸被禁管嘛，所以应该只是说邀请妈妈出席，结果是佩琪希望柯也跟着出席，所以才会去向地方法院申请这个解除禁管。这一个，然后第二个是自杀猫讲，他说这个3月20号是东京大学研究所毕业典礼没错，但是呢，他说因为场地有限，所以基本上学生家长只能坐在另外一个地方地下2楼看影像转播。然后他说这个影像转播其实因为有现场有直播，所以台湾也看得到。
意思就是说，你飞到日本，其实你也没办法在也是看电视。对，因为这很正常嘛，很多大学它的位置有限，所以其实家长是进不去的嘛，那大概只有毕业生在里面嘛，所以意思就是说，啊，你是真的是存心想要去看你儿子的毕业典礼吗？啊，林波意思是这样吗？还是真的有别有所图？是不是要绕跑？我这边不揣测了，但是我讲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就是柯文哲家族典型的做法。以前阿扁时代，陈水扁有一种做法叫做冲突、妥协、进步。好，就是说他希望用这种，比方说法案上的冲突，然后最后可以达到进步。但我觉得柯文哲不是这一招，不是通奸者，还有的什么？还有个就是要会吵的孩子有糖吃，喜欢的，欢了一摇，他可以得到一点东西。他今天出这一张牌，对他来讲有摆，就是文言还没输。为什么？我今天因为我搬出我儿子毕业典礼这件事情，他们搞得很像很重要。你连日期都搞错，你说很重要，好，所以柯文哲用这一招，不管怎么样，不管他最后去不去，或是怎么样，他总之你看，我们开始讨论他啦。柯文哲最怕的是什么？没有人讨论他啊。跟炳凤这招这样一直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博声量，真的有用吗？真的很无聊啊。谁会甩他啊？你一个有啊，一中讲说我们最起码有讨论这个。我就觉得说本来不想甩，可是也甩了一下。你把他什么比喻跟那个政治什么受刑跟政治犯一样的嘛？我被司法不好，谁信啊？为什么他的新闻越来越淡？就是因为他讲话都很没有逻辑嘛，很没有本啊，又超乎那个我们的那个感受啊。就像那个讲那个外交的事情。难道国民党真的不知道那种外交的尺度吗？因为我们过去跟着陈水扁出国的时候，你到美国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公开？那就是一个步。那你到可以公开的时候，那又是一个步啊。那个每个点都是守得很紧的。那你现在身为一个被囚刑28年的这个什么逃犯？不是逃犯，因为你没逃嘛，还没逃，还没逃啦。那一个贪污犯，然后你跟我说你要去参加儿子的什么毕业典礼，我就要放你去。那全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多少人备受这个所谓的这个不能就被禁管，然后他也找个理由说我要去怎样，那你就除非像辜正亮一样啊，交20亿啊，或者怎么样加重保，对啊，加重保那可以让你去啊。那你现在没有的话，你就跟其他的这个禁管的这个犯人一样嘛，你就是乖乖在这边。我告诉你，差2天的时间，你跑了，哪一个法官可以承受这种责任？这个摆明了你法官放水啊！这个过去很多那个立委啊跑掉的时候，大家就讲说，你法官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明明是不是重放，你是不是被贪污了？怎么样？这种情况怎么可能？所以说，我觉得从头到尾都是在闹事啦，都在讲一些我们真的不想理，就是很无聊的事情，然后拿出来讲。你们到底有没有念过书啊？这个台湾社会做医生做成这样白痴的吗？将军要不要简单讲？陈佩琪最近火气也不小，而且他开地图炮，为什么？我觉得我一直在强调，陈佩琪应该是上帝派来毁灭柯文哲的。对，因为柯文哲一直希望他不要再说话，因为说的话对柯文哲没有帮助嘛。而且这一次显然看来，好像是陈佩琪帮柯文哲去申请那个他希望他去啊，因为不是讲说小孩子是找妈妈去，然后妈妈对，因为我说实话，像我2个女儿。我好像只参加过他们1次毕业典礼，是大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其他我都没去过。你的工作，你的军职，有时候对军人伟大的地方，有时候也可是其实有，说实话，我比较不在乎。我就觉得好像战备任务嘛，爸爸留守嘛，爸爸要接战备，要去打汉光。可是我当营长或当旅长的时候，都有部属来跟我说，今天是我女儿幼稚园毕业，报旅长，我一定要请假去，因为我很重视，我会准，因为。每一个人对这种事情的感受不同，我会准。那我说实话，我真的比较不在乎了。我只去过1次，那次刚好我退伍了，没事。然后我大女儿毕业我就去了。那我小女儿因为 COVID-19， 所以她的大学毕业典礼我也没去成。那有没有遗憾呢？我个人没有了。我个人是没有，因为我毕业典礼我妈也没有来过嘛。对，所以我讲我个人是没有。可是柯文哲，请问你的几个孩子，小学、高中、大学、研究所，好，现在是博士嘛？你参加过几场？你参加过几场？如果你场场都参加，包含你在当医生的时候，要开刀不行。明天我女儿国中毕业，我一定要去。我要开刀我一定要去，不行，那很重要。那我说实话，我尊重，因为你一直很重视孩子毕业这件事嘛。
那如果你在当医生的时候，陈佩琪说，老公啊，那个孩子国中毕业要不要去？国中毕业算什么？等到以后再说吧。我要帮人家开刀，这很重要他当市长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孩子毕业，市长请假去参加？我的印象里没有。那为什么突然间这次要呢？如果柯文哲没有面临到这么大的官司，这8年市长中间，他从来没有儿子或女儿毕业典礼的吗？没有啊。对啊，所以我没有听说过。而且这件事情，你最重要的是要问柯富瑶的感觉。我没有听说过。柯富瑶只叫他妈去对，那柯富瑶为什么不叫他爸去？是，他只要尽管，那要么去的时候，大家就记者围着，我爸爸是贪污犯，你觉得柯富瑶很高兴吗？柯富瑶说不定还不太清楚了。对，我讲柯富瑶会请妈妈去，这是正常。像我的孩子，如果有什么毕业典礼或重大事，也是请我太太去，因为爸爸一直都不在，也不缺他一个。对，说去就是付钱嘛，就请吃饭付钱而已。那其他时间都不会，所以我才说陈佩琪今天请柯文哲跟他一起去日本参加他儿子的博士班。那么柯文哲，第一个，柯文哲你想不想去？我个人认为柯文哲应该不想去。马上就要宣判了，还都还死我了，你叫我去干嘛？他心里按照柯文哲负责任的态度，他应该不想去。可是陈佩琪就偏偏要他去，所以我才讲这个陈佩琪是不是上天派来搅乱柯文哲，这乱其心智的一个考验呐？我不能说是毁，他就让考验，让柯文哲能够升级，马上就要宣判到日本去，然后人在日本心系台湾的官司，这是一种折磨所以我才说陈佩琪真的体谅一下柯文哲好不好？他已经很委屈了。对，因为地图炮开的就是里面当然也跟网友或者什么青鸟之间大家直接对呛。然后连橘子都扯进来，很多的这些，但36很快就来了。36这一天到底宣判结果会怎么样？当然前面大家会看到柯文哲他的申请，那法院到底会不会准？而这所有一切，那未来又会有什么影响？那李珍秀这件事情呢？今天协商一定没有共识，没有共识之下又是怎么样？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现场。好，那对于李珍秀来讲的话，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办？好，那今天韩国瑜院长呢主持了朝野协商，这个任俊刚一开始讲的，任俊就是李珍秀的委员身份资格，朝野大家来协商一下，到底会是怎么样？好，那我昨天就讲，一定不会有结果，对，最后没有共识，然后韩国瑜直接裁示，判决以前尊重职权行使，怎么解读？老杨，我先讲啊，我对这个今天这个就是个闹剧但是韩国瑜透过这个呢，为他自己解套，也就是说呢，那反正现在也没答案嘛那什么叫做司法判决呢？现在的问题你光看嘛这个行政部门跟立法院之间的说法本来就有冲突了嘛。行政部门认为说他自始就不应该让他宣布让他就职嘛，所以要解职也应该是由立法院这边来宣布嘛。然后立法院现在看起来就这一块他完全当作没听见直接现在改了一个说法叫做司法判决。那怎么个司法判决呢？也不知道所以回到了一个我认为韩国瑜为自己解套，就是说好吧，你不要再管我，反正他已经就职了。那这个没有结果之前呢，他就是个立委员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行政部门坚持认为说你今天是不合格，你也不 OK， 因为行政部门现在已经讲了，看起来没有要退的意思。是啊，行政部门已经讲了，我不认为你具有立委这样的，因为之前本来是讲说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资料不给他，后来也被骂嘛。那哪有这种选择性的问题？他如果是个立委，你该给他就给他。后来行政部门现在讲就是说，认为好吧，那我也第一个不接受你咨询第二个我资料也不给你。那我又看到有人讲说，他不给他又怎样？他也可以透过别人要，不是无聊了啦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闹剧，其实我必须讲我刚为什么在一开始讲说法律问题试图用政治解决我这个看立法院大概也有个20年的时间我从来没有看过说今天一个这样的一个法律的状态，居然是试图透过朝野协商来解决。请问朝野协商算什么样的一个机制过去朝野协商只是说对于法案我们要怎么可以怎么处理，可以怎么样。对于一个我们立法委员，凭什么他可以成为立法委员？因为法律有相关规定。法律是怎么制定出来的？
是我们这些立委经过1读、2读、3读，他有程序，即使立法院通过之后，院长敲锤说啊，3读修正通过啊，3读通过，你还要给行政部门行政院还要附属还要总统公告总统公告完了之后，这个法律正式施行之后，请问立法委员要不要遵守？他也要遵守啊。今天面对一个李珍秀的这个争议，它其实来自于是我们有一个国籍法，我们有户籍法，我们有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的这几个法规放在这个地方，它符不符合法规？你行政部门可以解释吗？不能解释。我完全赞成黄国昌说的，行政部门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你行政部门只有执行法律。立法院这个院本体算不算行政部门？它也是啊。立法院可以单独自己自为解释说，我觉得这个法律该怎么样，他不能，因为他是行政部门。立法委员作为一个制定法律的人，我可不可以自己来解释？我觉得这个法律可用或不可用，他也不能。因为很简单，你的身份是立委，你的工作是在制定这一条法律之前的这一些东西，是由你立法委员来做。可是真正成为法律之后，你必须要遵守。今天李珍秀我先放一边，国籍法目前这个还存不存在？户籍法还存不存在？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还存不存在？这些东西都存在的状态之下，没有修法的状况之下，今天可以透过朝野协商，大家来解决。我不管你最后的结果，因为今天因为今天的荒谬就来自于是韩国瑜做了一个裁定，叫做因为反正大家都没共识，好吧，那我就继续认为他有立法委员的资格。这不是乱搞吗？他的争议，我就讲啊，今天李珍秀放一边，马上今天这个年底要选举了，所有人可不可以这样干？不要讲所有人可不可以这样干，花莲现在有个村长，他也遇有一个状况，就是我有双重国籍，结果他今天跑去申诉嘛，申诉那个地方选委会说OK 啊，你申诉 OK 啊，然后他是不是跑去找立委说，立委啊，我要继续做啊，为什么不能做？那个你们立委都可以自己决定，他可以继续当立委。法律的东西居然透过协商，我第一次看到朝野协商是拿来协商这个就韩国瑜他为了想要为自己解套，我就讲行政部门你在当时他能不能就任，你其实就是直接横向联系一下，他有没有完成相关程序、手续东西有没有办，资料有没有交，他如果没有交、没有完成，他本来就不该宣誓就职，就这么简单。结果今天解套的方式叫大家还好啦。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今天就讲，民进党你当时在答应朝野协商的时候，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你怎么会同意这种事情？好，今天大家没有共识认为说不行，民进党表达就是说法律的东西要回到法律里面，结果反而韩国瑜把它变了一个相，说没有啊，既然没有共识，好吧，那我们就继续认为他是立委好了，不觉得是乱来吗？不，我讲整件事情走到这样，民进党最近有一个内参的一个民调，那个民调里面也是在讲到李珍秀，包括陆配参政权类似这些。可是今天韩国院长做完这个裁示以后呢，就你所知道，因为你是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行政部门的立场是不是还像前一阵讲说，就是反正在除非法律赋予认为你是委员以前，要不然的话不所知、不被询，所有这些还是维持一样立场吗？没错，当然，而且我想行政部门现在应该也都在。其实年前我们就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新闻了，就包含说行政部门可能会基本上现在研议要透过提起诉讼的方式来处理嘛，不是因为。其实李珍秀事情我们讲很久了嘛，那过去基本上其实我们整个的法律制度或者说行政部门对于立法院这一个我们讲说国会这个特殊的主体其实很尊重的。所以你看说包含国籍法，我们都讲说其实你是立法院是主管机关，你要做相关的处理，可是法律也没有讲当你不处理的时候要怎么样，其实也没有去做这个规定嘛，因为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应该要尊重国会职权的行使。那只是说，我觉得以前的立法者真的是也没有想到说有一天立法院会真的是说就是变成千疮百孔，很多事情就我们明着眼都知道不行的事情，就立法院就让它发生了。很奇怪的是，今天李珍秀出现在立法院，然后他没有对这个事情做任何的回应，就包含媒体当然问他说：“你最新的态度嘛？你有什么话讲？”因为看起来李珍秀之前是会大动作抗议啊，然后包含其他委员在讲话的时候，他还要特别举牌说你们霸凌我如何如何。但是问题是，今天一反常态，李珍秀没有在对他的身份去做任何的发言，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柯文哲已经意识到说，
在这一题真的是对民众党来说，并不是一个资产，并不是像他当时规划的，哇，我提一个中配，哇，全台湾100多万中配跟家庭通通都觉得民众党就中配制都来挺我。相反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包含你在国安、你在国家忠诚上面是触犯了禁忌，甚至连很多中配的这些当事人都认为说，你把中配这个词贴上了不应该有的标签，这个事情现在变成民众党的失血点。所以我觉得柯文哲已经在做相关的处理了。那只是差别在于说，柯文哲管得动李珍秀，他可以叫李珍秀不讲话。而柯文哲管不动陈佩琪嘛，对，因为陈佩琪每天还是一直在这个制造很多话题。其实大家说啊，你说柯文哲就是想要用这个毕业典礼来冲撞司法如何，我们当然觉得很荒谬嘛。你橘子都还在国外耶，橘子到底人现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潜逃未归，你自己你本人就是嫌犯，你还要出国吗？可是其实柯文哲最近他跟黄国昌直播他也讲嘛。他说是陈佩琪一直很想去，然后就要揪他去了。换而言之，这从头到尾可能也不是他自己的主意啊，从头到尾是陈佩琪的一头热。那我觉得我们节目每次也常常因为陈佩琪每个礼拜都会固定都会语出惊人，可我真的觉得说陈佩琪现在发言基本上呢就是充满了恶意，我只能讲到这边充满恶意。他现在讲的话就是羡慕嫉妒恨嘛。因为羡慕别人为什么是别人可以当总统啊，别人是第一夫人啊，嫉妒，然后恨说啊，他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觉得柯文哲在金华城案啊，包含跟应小薇开便当会啦，啊，指派彭振声当这个 PM 啦，这些事情柯文哲绝对都没有错啊，任何人只要弄柯文哲就跟陈佩琪过不去，然后他用这样的一个很恶意的心态，然后一直去语出惊人，什么柯文哲现在好可怜，就已经有点这个要去请灵媒啦，求神问卜啦，什么。那我们都看得出来吗？这对柯文哲真的加分吗？而且，我真的要讲陈佩琪，你知道之前情人节的时候，赖清德发一个粉专图嘛，就说他就抱狗狗，就祝他情人节快乐。陈佩琪特别发一篇文说，哎呦，怎么情人节发的是自己跟一只狗的照片？难道是说这个是在暗示说结婚了30年太太是狗吗？这样不好吧？就说他的发言已经歪到这个程度嘞。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也很奇怪，不，因为我真的觉得说这很不可思议。好，可是重点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出来说，现在这些不管是李珍秀啊，或者说陈佩琪，一直去要冲撞一些东西，可是对民众党对柯文哲来说都不是加分。那差别只在于说，柯文哲已经我认为他已经在针对李珍秀这一块做冷处理，在止损了。那只是说陈佩琪可能就还是很自主的当陈佩琪这样。元君，李珍秀这件事情，当韩国院长做这样阐述的时候，对国民党来讲的话，怎么看待李珍秀这件事情未来一些的发展？今天川普已经请辞了嘛，对不对？然后国民党征召了嘛，对，包括新北啦这些，然后3个地方征召，所有这些未来的一些的发展，你会怎么看？我觉得李珍秀这个跟蓝白合不合无关了，我觉得就事论事了哈，因为大家都期待说立法院要去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就是没办法嘛。就是我也认为说召开这个协商也不可能会有个结果。当然，立法院要怎么来判定他的身份到底是 OK 还是不 OK？ 那现在就是呈现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啊。那现在那谁说了算嘛？对不对？蔡英文的时候也是跟我们的想法是一样啊，所以当时很多陆配也可以当公职啊。换赖清德当总统的时候，他的想法跟蔡总统又不一样了，对不对？那所以这怎么办呢？好，那交给司法来裁定嘛。总之要有一个最终的裁判者，不是政治人物讲了算。所以最后，那我觉得他就是做了一个，当然我觉得有一个算是比较站在李珍秀这边啊，就是说你不能他在他的身份还没有被解除之前，你不可以就说他不是立法委员，你就不尊重他。因为现在确实是行政权比我们大很多啊。我们3读通过的法律，左宗泰可以自己觉得说违宪，他就不附属，比大法官还要大。以前大家认为说法律在宣告违宪之前你要执行嘛，那你如果认为违宪的话，你就去提大法官释宪嘛。现在不是啊，现在是行政院长认为这个违宪，他就可以直接不附属。然后甚至于已经通过的法律他说违宪我不执行。现在行政院权就比我们大，比我们大很多啊。这个民主国家很少见啊，哈。然后那现在讲到那个选举的蓝白合哈，那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是说有几个地方嘛，新北、宜兰，然后嘉义市还有新竹市，新竹市比较单纯啦，大概我们就去支持高虹安。然后新北的部分，川博现在就是大概就是3月底的时候，应该是4月多啦。进度上应该是4月多，新北应该会做确定，嘉义应该会早一点点，然后宜兰我看也都没有问题。你说新北会什么时候会确定？
因为我上次是听张启凯讲的啦，张启凯讲他是说嘉义市大概3月底以前会稍微快一点，就蓝白，对蓝白会。那新北4月，他说新北大概会比嘉义晚一点点，大概是4月多。所以民众党会跟你们做民调，黄国昌会跟川普做民调，因为现在阶段 SOP 都出来了嘛，第一阶段就是这个礼拜好像5要推共同政见。共同政见完之后，大家就要讨论，比如说，如果是蓝白共推一个候选人的话，那选后是不是要组成小内阁，是要有联合小内阁，纳入民众党人才？那竞选团队要不要有民众党的人？所以大家其实已经讨论到那么细了。然后再一个就是民调要怎么做，其实也有一个雏形出来。譬如说，今天李四川、黄国昌对上苏巧慧，那民调要怎么问？他的问法会是说，国民党、民众党共推李四川对上苏巧慧，你支持谁？然后国民党、民众党共推黄国昌，你支持谁？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是因为到时候选票可能呈现的状况就是，比如说是李四川最后胜出，他下面就2个政党，中国国民党跟那个台湾民众党是这样，所以你民调就要按照真实的状况去做。那这样子我个人我是可以接受，所以我一说，这样你就被黄国昌吃豆腐了。没有，那我们人要够强嘛，我们要够强嘛，所以我觉得已经讨论到这么细的情况之下，那大家也没有说对里面的细节有很大的反弹声音，那我觉得蓝白合的这个可能就是一直往那边走了。那我今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他讲说什么？如果黄国昌要加入李四川团队的话，蓝营有杂音，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杂音，因为我看那个报道是没有消息来源。你又不是议员啊？你说地方上，对啊，那是议员有杂音，你又不是议员。我觉得那个杂音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因为也没有消息来源。但是第一个我觉得黄国昌也不太可能，他如果假设真的没有胜出，他要去顾他的小鸡啊，他不可能去帮李四川助选，最多提供一点意见啊。他的重点还是在全国的小鸡嘛。如果他没有被提名的话，那所以更不会出现什么大家有杂音，这个都是有人故意破坏。原就刚一开始就定调了，明凤。就是第一个，李正硕这件事情，它不会影响到蓝白合这些问题。而且刚讲，对于新北来讲的话，4月份就能够整合，他连民调的题目都念给你听了，所以未来就是很顺利的朝这个方向整合走。他们就觉得一定会赢黄国昌嘛，所以就不用担心啊，就根本没有整合问题啊，因为他们面对人是一个不需要整合的人啊，因为那个人就是自己不是看板都已经拆光光了吗？都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说现在宜兰才是重点嘛。宜兰那个人到底就是陈婉慧才是有竞争实力的人嘛？那你们宜兰如果能够也这样做的话，那就一路走下去啊。现在宜兰才是重点嘛，宜兰那个人到底就是陈婉慧才是有竞争实力的人嘛？那你们宜兰如果能够也这样做的话，那就一路走下去啊。那你说，这个我的那个要不要纳入白营的人？那你要尊重首长的意见啊，你们不用想的那么美哦。我每个县市谁当选了，我帮你排好那个。我觉得这有点那个荒腔走板吧，走掉。我今天这个李世川走了，然后我要规定蒋万安一定要用一个白营的人做副市长吗？那蒋万安就要去挑黄珊珊再做一次副市长吗？没有啊，结果蒋万安是内生嘛，所以我觉得是说这个东西讲归讲啦，到时候这个执行起来就看各个首长的意见了，各个首长也不见得说。你们中央要蓝白合，然后我地方也要蓝白合。那我万一白营的人也不是都是很好讲话的人啊，也不是很多都很好相处的人啊，而且尤其像陈佩琪就很难讲话啊，对不对？那因为但是你说像那种派系出来的国民党的县市首长，他敢用一个白营的人在他的这个县府里面吗？他每天都在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敢叫外人见？我没有说假设一定会搞啦，我是说做事不方便，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说蓝白营，我觉得那如果你们这样的话，你们应该在今天的协商就全力支持李珍秀表决啊，你们就叫韩国瑜表决啊，李珍秀是立委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很荒唐到一个极点啊！这个解释权，国际化的解释权本来就在行政部门，在内政部，内政部已经去函说你要
要解职了，结果立法院还不执行解职，然后还召开一个协商大会，在搞这个东西，真的是莫名其妙到了极点啊！那如果说你们要支持一个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去做这个立委的时候，那你们到时候要不要一起接受这种共业的挑战？你们要不要负担承担这种责任？如果全部打起来说你们也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来做立法委员的时候，你们县市长要不要也要承担这种选举的负面效果？所以我觉得说蓝白合的部分你要怎么对啊，你们现在就很怕绿的又跑去白的那边，然后你会成为这个国会就弱势了哈，然后所以说你们现在就是讲话都讲得很软呐，然后到时候执行起来，你们根本一点边一点实际都管不着啦，因为最终的控制权还是在这个所谓的执政这个所谓的当选的县市首长手上嘛。那你们现在用这种也是在欺骗白营嘛？我们还是会蓝白合啊，所以你们国会继续让我们跟我们合作，然后我们也让你一席这个所谓经济委员会，那做勉强维持这个蓝白合的这个表面内容勾这样子，那实质上蓝白合能不能走到底，那很难讲啦。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国内政坛是这样，但是全球大家关心的就是美伊战争到底会还要持续打多久？那今天台湾股市大涨，那中间过程，那尤其在最近你看到美国跟伊朗之间真的战争会慢慢平息，还是会越打越烈？那伊朗拒绝停火谈判，川普已经警告说伊朗会不会在美国启动所谓的沉睡特攻？你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沉睡特攻会不会甚或？因为伊朗直接呛川普说，搞不好你更早会消失，这是什么意思？所有这些，不过因为美国要不断的安全世界的心，表示它就有能力控制这场战争，它会释出一些相关影片。那你看一下，美国说它打掉了包括伊朗16艘的布雷舰啦，所有这些，那荷姆兹海峡未来是不是比较能够畅通？让你看一下相关画面，来。那任俊，对，那现在看起来的话，伊朗是拒绝停火谈判，是，那会越打越凶吗？我觉得其实到最后正式要进入谈判之前，看起来伊朗所采取的方式就是我要把我的牌面拉到最大，因为我如果这时候什么都停了啊，我什么都示软哦。那可能对于未来他想要达成这个谈判上面，也没得谈了，没得谈了。俄乌战争不都是这样嘛？你看乌克兰当时拒绝说你今天要我马上停，他也希望扩大他的整个的有利的这个谈判面嘛但是现在整个的这个伊朗的状况对于美国来讲，他当然也深陷入了一个要抉择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当时川普讲已经这个未来会有美军伤亡，那现在看起来五角大厦证实说呢，美国对伊朗进行攻击之后呢，10天至时间里面有这个140名的美军受伤。有8人伤势严重，然后其实也有其他的报道讲说是不是有这个美军死亡我看到这个川普，对川普他们其实也有这个到机场去有迎灵嘛那所以这些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势必也会面临到他国内有一些反战的人，他认为说你美国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怎么样才愿意收手，他有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伊朗我们刚刚提到说伊朗想尽办法要扩大他能够谈判的这个状况。之前伊朗总统说没有被炸死嘛，他不是出来告诉其他国家讲说，你们这个我们打你们或干嘛的不好意思啦是因为我们当时最高宗教领袖被攻击身亡了，我们大家呢在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他道歉了。但是你会看到他的防长这一些说法不太一样他说我继续打继续炸，你美国告诉我讲说你今天这个核武设施怎么样，他说没有我告诉你我要封锁荷姆兹海峡，甚至最新的告诉你讲什么，他说我去布雷你们不要以为大家都发现到荷姆兹海峡最近突然变百慕达三角洲嘛，因为船呢在这边有讯号，在这边有讯号，就你经过荷姆兹海峡的时候讯号不见了 ，AIS 应答器全部关掉，你以为你可以隐形吗？那很简单，我直接在这里布雷，对啊，大家都别过。那美国也说好你要布雷是我打成你的布雷舰，那这个当然都是在扩大它的打击面。好，现在问题来了
现在呢，美国跟伊朗、跟以色列哦，对于这个空袭的这件事情，我们上次讲过嘛，他把你伊朗对外的有生的军力，像空军跟海军，我把你集成，特别是海军啊，因为其实以前英国为什么强大？因为英国的船只到处跑啊，号称日不落啊。那你现在伊朗的船，我不管你今天军方的船有没有在伊朗境内啊。有没有在你的海域内，我都不管。你到其他地方去参加演习，我会把你 K 掉。所以呢，现在就讲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哦继续进行空袭的这个状态下，现在又传说伊朗那个哦要继续要攻击别的国家的那个新的防长啊，说已经遭到击毙了。像空军跟海军，我把你集成，特别是海军啊，因为其实以前英国为什么强大？因为英国的船只到处跑啊，号称日不落啊。那你现在伊朗的船，我不管你今天军方的船有没有在伊朗境内啊，有没有在你的海域内，我都不管。你到其他地方去参加演习，我会把你 K 掉。所以呢，现在就讲说呢，美国跟以色列哦继续进行空袭的这个状态下，现在又传说伊朗那个哦要继续要攻击别的国家的那个新的防长啊，说已经遭到击毙了。啊，甚至连伊朗自己呢非常自豪，一个700吨级的这个船舰哦，美国说我也把你 K 掉。那个其实对于美国来讲有一个宣示意味了啊，因为很多人觉得700吨又是那个双体船嘛。不大，我们这个海巡我们也有，可是它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伊朗当时拿来做大外宣的是，你们那种小船哦，我们通常弄个飞弹哦，就是弄那个倾斜式的发射架。他说没有，我告诉你，我是垂直发射器的，所以我能够打的范围跟我很厉害的。结果美国告诉你，我全部都要动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哦，几个对于美国来讲哦。他当然也需要第一个，我断掉你伊朗的通讯设备。现在呢，连其他的商业卫星的部分也传出来讲说呢，我不要让你伊朗可以透过其他的东西，因为老实讲哦，民生跟军用很好抵制它哦。但是呢，民生的东西通常你很难去不会去碰。OK， 那现在为了防止说连商业用的卫星呢，现在讲说什么卫星影像也要延后2周。所以你现在在伊朗这边所看到的影像，不是现在，那个跟你夜观天象一样啊，对，就跟太阳光照过来一样。那是你现在看到了，是很久以前的。你现在抬头看到的星星，我跟你讲，它搞不好已经不在了，有没有几十亿年的那个？它现在已经做到这个地步哦。可是你刚刚所特别提到有一个叫做沉睡特工哦，沉睡特工概念是这样啊，就是我长期派驻在你这边，然后你其实都不知道，他也不会暴露。有几个电影都很这个都有拍过嘛，双面特务啊这些啊。那你如果在看的时候，他可能平常工作都正常，甚至进入到你的这个什么情报部门都没问题。突然有一个3营进来的时候，他就被唤醒了。好，一个不是咒语啊，就有一个通关密语，突然发现到原来任务要开始做。美国现在说他们截获了一些很奇怪的讯号，而且这个讯号呢，看是你到目前为止没办法破解。OK， 但他认为这个特定的就是什么？你潜伏在美国境内这些所谓的这个双面谍啊，或者是间谍的部分呢，他们现在伊朗准备要开始动了。那我讲实话，美国会把他的特务，会把他的间谍，会去收买伊朗的这些人。你认为伊朗他不会同步做这些事吗 ？OK， 但将军现在看起来的话，刚讲那个霍姆兹海峡很重要。美国特别强调打沉了16艘的布雷舰，但是它确实有很多雷都布在那个里头啦。你打掉布雷舰是一回事，那个水雷还在那个地方，那你到底该怎么办？伊朗有用导弹攻击美国，对。那有一篇报道直接讲，那美国是直接在8分钟内把导弹全部都打掉。对，其实这个事实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认知作战的强国跟军事作战的强国，它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因为伊朗这52枚导弹齐发，就是他打算对这个林肯号的这个航母打击群来个饱和攻击。你很厉害是不是？就像我们以前去夜市套那个圈圈一个一个套很难，我一次丢50个，总会套中一个吧？对，它的概念就是这样，给你来个饱和攻击。所以伊朗他就用了一个动画，其实说实话做得蛮好的。那个动画就是朝着林肯号航母打击群一次发射了50枚的导弹。然后呢，就说没错，美国很厉害，拦了很多枚，可是我有4枚就是打中了林肯号航母，而且那个动画看得栩栩如生啊。
甚至很多人说，哇，那林肯号怎么办？对，美国军方就直接辟谣了，他说我直接告诉你，我们美国军方有一架 E-2D 的鹰眼预警机，就在他们还没发射，我们就知道他要干嘛了，因为他要燃料的充填啊，然后要做一些校正，我就知道了。然后呢，等到伊朗的导弹进入助推阶段，什么助推阶段还没有上升，准备上升的阶段，我们就完全探测。然后呢，40秒之内，针对这52枚导弹，分别完成了分析跟分类，它的弹道如何，它的飞行方向如何，它的精准度如何，40秒内完成。然后透过了 Link 16，为什么是 Link 16不是 Link 22啊？对，因为它 Link 16就够了。透过 Link 16。在这个航母打击群各船之间完成了数据交换，然后呢就下达了火力分配，由谁？由这个阿利伯克号级驱逐舰上面的宙斯盾系统就直接出手了。这52枚飞弹还没发射出来，它已经分别分配了，你盯谁，人盯人，弹盯弹，它已经分配好了，你盯谁，你盯谁，你盯谁，然后等到指令一发布。整个52枚的伊朗导弹在8分钟之内全部被拦截，一枚都没有碰到，就是林肯号航母的上面的官兵甚至不知道这回事，因为外围的驱逐舰都拦下来了嘛，这个宙斯盾已经把所有52枚人弹盯弹啊，一弹盯一弹，全部都打下来了，所以各位看一看，这就叫做嘴炮作战，就叫做认知作战。跟军事作战之间的差距，美国用军事作战，用它完整的军事理论思维还有防卫思维，直接告诉伊朗，你再多做点动画，因为动画只是认知作战，我的军事作战超过你认知作战太多倍了。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美伊战争照伊朗的态度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还会再继续往下打？而且会真的包括沉睡特工啦，所有这些那战火会延烧到其他的地方吗？那这会不会影响到全球？包括荷姆斯海峡跟全球的经济、石油啦，什么都会有一些的关系。未来到底会怎么样？那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那立法院明天国防外交委员会要到松指部或国内所有政坛这些事情，未来会怎么发展？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